OK，大家好，我欠大家一期视频，终于，我今天要录这一期关于鞋的测评视频了。当我走完辩路的时候，甚至在辩路中间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录这一期视频，但是我的拖延症犯了，所以一直拖到今天。我行李太多了，所以我不可以再保留这双鞋了，因为它的鞋钉已经磨平了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录这个视频。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哈，我的四国辩路的这个行程其实跟越野跑和一般的徒步都不太一样，因为它绝对长，它比这几个项目任何的一个的距离都要长。当所有人听到我要走1300公里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想，那要穿什么样的鞋子？那我当时挑选鞋其实是有几个指标，最重要的是要轻。因为1300公里太长了，我需要给我自己节省体力。第二是必须要适应走山路，要防滑，因为这一条路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，它不是一般的公路跑，所以防滑有登山属性，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第三就是它的舒适度，当然舒适度和登山属性这个哪个更重要，我当时也没有太想清楚，但是轻很重要。这双鞋是我徒步四国辩路的第一双鞋，是我在北京挑选的，它的型号是 Hoka Speed Gold 5。当我去咨询买鞋的时候，越野跑的朋友推荐了我这一双鞋。那么它满足我几个需求，就是它真的非常的轻，它的底儿是 V 底儿，是防滑的，它穿上的脚感也非常的不一样，就是有一种把脚伸进去就有往前滚动的感觉。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它的外观，但当时对于这样的脚感，我觉得这个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瑞士品牌 On 这双鞋大概是在我走了600公里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第一双鞋的鞋底儿被磨平了之后，在日本的网站上买的这双鞋。我不用说了吧，其实只要看一眼，这双鞋已经满足了我。多卡这双鞋没有满足我的一个点，就是它的颜值真的非常的高，它的颜色真的非常的漂亮。我挑选的这一双也是一双越野跑鞋，但是我对这双鞋最不满意的一点是不是一个 V 底儿，它的防滑性能没有那么好。但是我对这双鞋很多小的设计是非常的喜欢的，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设计，是一个扣。当你走路走多了，你的脚会胀，把这个扣往这边一拧，你在这个脚背的这个就会多出一点点的空间，它会大大减轻你在脚部肿胀之后的那种压力。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非常的有新意，而且真的是用心了，是很妙的一个设计。我先说这两双鞋它的不一样的地方吧。这双鞋是一个脚的保护套，这双鞋是和脚一体的，所以这两个双鞋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如果在你徒步的过程中，你对这双鞋没有感受，就说明它帮到你了。如果你发现某些地方有不舒适的感觉，那就是它的缺陷。所以其实在一开始走的300-400公里的时候吧，我对于走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感觉的。虽然这双鞋真的充分保护你、呵护你脚的感觉，差不多300-400公里之后，无法避免的出现了足底筋膜炎的明显的征兆，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脚落地会非常痛苦，或者在徒步的过程中，只要我坐下来休息十几分钟，再站起来，我脚底就会痛。我在这中间有尝试用这个筋膜球来滚自己的脚去放松，然后也几乎每天争取会泡热水澡，但是没有任何的帮助。但我觉得现在想想，有这双鞋的保护，也对延缓足底筋膜炎发作的时间也有帮助。就是如果没有它，也许我可能走了100-200公里之后，足底筋膜炎已经犯了。所以我觉得它在各方面还是很优秀的。有对比之后，我会觉得这双鞋非常适合我的长距离的徒步旅行。那么我当时为什么这双鞋穿废了之后要换这一双鞋呢？我是喜欢能把各种商品都进行体验，然后找到最佳方案的那种人。在我明确这双鞋已经不可以再继续穿的情况下，买了这双鞋。那么这双鞋我刚才说过，它跟 Hoka 那双鞋完全的脚感不一样，它的感觉是和我的脚融为了一体。我觉得这种感觉是非常妙的。但是
它出现的不是时候。我其实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我在一开始先买的是这双鞋，然后等这双鞋穿废了之后买 Hoka 这双鞋，也许我对他们两个人都会更加满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它比我穿 Hoka 这双鞋更有一体感，更有操控感，但相应的这双鞋的鞋底没有那么软，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当我买了这双鞋之后，我穿上非常非常的不适应。因为那时候我的足底筋膜炎已经非常的严重了，但这双鞋当时我穿起来，我觉得它真的超硬的，所以后边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背着这2双鞋，然后针对每一天的不同情况来选择到底穿哪一双鞋。另外一个事情我想说的是，为什么我没有挑选一双徒步鞋？很重要一个原因，在这条路上有很多的普通的公路，也有很多乡间小路，虽然也有山路，但它可能只是占整个徒步的20%到25%的样子，所以轻量化是我对这一次行程的最关注的点。这2双鞋都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，只是它们的各自的特点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非常感谢他陪我一直走到了今天，走到了现在。没有1300公里了，但是我这一路上大部分行程都是这双鞋陪我走过的，它真的也耗尽了自己的生命，但是我不得不要跟他说再见了，不会再穿这双鞋了，它的寿命也到了。那么我希望未来如果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，我希望我还可以继续走下去，可以继续尝试不一样的鞋，不一样的装备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我也在我的视频下边看到了很多评论，说他们也开始对这条线路产生了兴趣。那我非常开心能给你们传递到这个信息，然后我也会尽量用我自己走在这一路上边的经验，分享给大家，然后也希望能帮助到你们未来的旅行。所以再见了，他会继续陪着我。